欢迎来到科技烂的频道。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 Cloudflare 该如何设置防御 DD 攻击和 CC 攻击这两种攻击方式。主流的网站攻击就这两种。可能关注科技烂的小伙伴呢，已经知道科技烂在陆陆续续跟大家说各种说网站被打了，网站恶意流量攻击之类的。怎么这么矫情？就是网站攻击不是很正常吗？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我这个流量图大概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前访问的用户数量这个是个每个小时访问的用户数量。那这个呢就是访问的请求数。大家一旦发现这边的用户数量没上去，这边的访问请求多了很多，那一定是被攻击了。那这种状况呢对于 CF 来讲是很容易应对的。它的这个请求数一多， Cloudflare 呢就会开始加强，看到吗？这条线和这条线是吻合的，就开始加强对你本地的保护，就开始从你本地拉取更多的缓存，让这批用户这个恶意攻击的用户，他只能通过 Cloudflare 来获取你网站的数据，而不能很轻松的来到你的本地原服务器。然后随之而来的呢就是你的流量激增。那这边呢同样也是成正比的，就是你的流量也会增大。数据分析打开，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带宽的组成部分。一般来讲这种情况呢就是缓存比你一个未缓存的就是拉得特别大，这种情况我不用看就知道是被攻击了。独立访问者，因为我们的独立访问者几乎没有变化，所以一定是这个访问者不断的去刷你的流量。我们的访问者还是380，这一天这个最高的节点也就32个人在这1个小时访问你这个网站。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流量？那就是证明这32个人里头有几个人或者有1-2个人，他们就专门针对你这个网站进行攻击。那我们再一次如何去验证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安全性，点开 Cloudflare 呢就自动帮你把这一部分的攻击的部分的流量给你提取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攻击区域就是在 CN， 然后下面呢也会有一个世界地图来标记哪个地方的攻击者最多，然后并且下面呢就会根据攻击的一个排行，很多小伙伴呢是拿中国的 VPS 来对科技烂的这个网站进行攻击，这种行为呢是违法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的去攻击别人的网站。这种情况就更极端了。这种情况呢是之前有一个群里的大神帮我做了一个压力测试，他是拿将近6000多个 IP 从全球各地然后发起上亿的一个攻击请求。所以你看我这边都平了，这些攻击几乎就是个位数的，因为如果没有它的这个柱状图的话，我这边是会有波形的，因为它这个柱状图太高了，所以导致我这边可以忽略不计的。然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缓存就开始往上走了，就是来迎接这一次挑战，然后并且帮我成功的缓存了307G 的流量。那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这307个 G 是由 Cloudflare 帮你承担了。如果这307个 G 实实在在的打在你的机器上，如果你的机器扛不住流量计费的扣费的，那这点你就要想清楚了，你的钱包很有可能很容易被打穿。所以 Cloudflare 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所有的网站都要去套 CDN， 套 Cloudflare 的 CDN， 是对我们的网站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安全性的。这一个攻击持续了5分钟，就测试了5分钟那你想象一下，我如果10分钟、20分钟、30分钟1个小时、2个小时，那是不是这个流量就爆表了？如果你做的防御做的不好的话，那可能5分钟你就1-2个 T 也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是我目前看到开眼界的，目前看到是最震撼我的，比较厉害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的网站基本上就是挂掉的一个状态，就是502就Cloudflare 已经脱节了，跟我的这个站点已经失去连接了，因为阻塞了嘛，很容易的就把你的网站打挂掉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这种情况，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怎么
造成的，你会发现你原站的宝塔面板里流量消耗特别大，那就是你套了 CDN 也没有用，攻击者已经绕开 CAF 了，然后并且找到了你的原站 IP， 直接用 DDoS 攻击。你们自己的 IP 呢一定要保护好，让这种不法分子呢没有可以抓取的一种可能。然后这种攻击方式呢，基本上打的你也爬不起来。当时被攻击的时候，宝塔使用层面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网站出问题了它应该还是走的443这个流量我们回到 Cloudflare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安全性列表，就会告诉你实时的，这个不是每个小时记录一次了，这个它就是每个时间段，甚至说每5分钟10分钟它就会统计。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依然有来自中国的 IP 攻击我的这个服务器，然后我们可以点开看，我们可以发现它攻击的是我的导航站，然后并且在这个页面不断的发起攻击。然后同时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俘获类型，就是阻止中国 IP， 因为我这个网站是禁止中国大陆访问的，所以它即使攻击了也会被我这个规则给限定住，所以它攻击无效，根本还没有达到恶意流量的那一层规则。这一块呢，就是 WAF 是比较重要的，是我们主力要设置的防火墙规则。然后我这边呢设置了4项防火墙规则，简单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是恶意流量攻击，我可以看到现在恶意流量攻击基本上没有基本上没有。监测恶意流量呢，它就是有一些机器人或者说是怎么样，有一些机器人像谷歌的像搜索引擎的，类似于爬虫一样的，来获取我们的这个 SEO 相关的这些数据的时候，让他们放行来处理。那当然对一些恶意 IP 机器人评分非人类的这种，那我们就直接通过这种质询的一种方式来拦截。当然这块也会有失误，有些小伙伴会看到质询的一个服务，那就证明你的 IP 或者你的机器设备浏览器的导致了你会被质询的一种情况我们这个 WordPress 站的话我们这边需要放行一下我们自己的 IP 的原服务器的 IP， 因为我发现这块恶意流量里头老会质询，误认为我们这个后台的原服务器 IP 会种恶意流量，你自己的原站规则加上这个我待会儿都会跟大家讲。然后还有这个阻止中国，当然如果你是面向国内的网站的话，你当然是可以把这一条给关掉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二个速率限制规则，这里头我为什么没有加呢？一般来讲我们用不到，是我发现了他们这些攻击呢都基本上也不会触发这个红线，反倒来说是我日常访问后台我高并发的访问这个前台后台去做测试的时候，监测到我的行为，反而把管理员给限制了，给屏蔽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目前来说我用不上的一种情况。当然我理解的也是比较片面，所以有一些点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一个设置呢也非常简单，这边点开给它起个名字 URL， 选择包含你所有的路径的，你都要监测它这个频率，我们给它阻止，我们给它10秒100次请求，一般来讲100次请求就够了除非你这个是一个大站，数据量比较大，并发也比较多，限制的比较低的话经常弹错误，会影响你的访问体验的。然后这边选择10秒，然后你这边点击完成，看到这个小视窗的这个波纹就是基本上是很轻松的就能呈现出你当前的服务器拦截的或者放行的一种情况。我们点击进去呢，它就会以这样的列表形式跟大家进行一个呈现。首先呢，你要有一个 Cloudflare 的一个账号，你可以注册一个，登录起来。然后进来的时候呢，这个是你的首页，然后这边呢就是你所管辖的一个站点，也就是你的域名。我们这边可以添加你的域名，我不管你是从任何地方购买的域名，都可以添加到 Cloudflare 里头来。以后维护呢就只维护 Cloudflare， 你那个域名商那边你就可以完全不用管了。所以 Cloudflare 是目前为止最强云服务的运营商，可以说没有之一吧
好了，那我们现在拿一个全新的站点来跟大家把整套设置流程跟大家讲一下，该如何去设置，该如何去防护。那我们这边选择 DNS， 先来到 DNS， 这个地址一定切记原站地址不要告诉任何人啊，然后要做好一定的伪装成分。然后这边的小云朵一定要开启，当你把所有站点的内容调试完以后，要对外公开了，那你把小云朵打开，好吧？这个是我的墨尔本的一台机器，我才建的。然后呢，现在跟大家展示呢，到时候我就会把这个 IP 换掉，因为我确确实实已经知道原 IP 暴露的一个重要性啊，一个危险性。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展开，把这个小云朵打开，然后点击确定 CMD， ping 一下你的域名。现在呢，它套上了 CDN， 为什么我可以看到它套上 CDN？ 因为它这边拥有了一个 IPv6 的一个地址，根据我当前的中国移动网络，然后它给我动态匹配的，然后会有一定的延迟和丢包，其实速度上没什么太大问题。我们再经过一些优化，经过一些站点的配置，就会让站点的速度有提升。开启了 CDN， 如果你发现你 ping 的还是这个地址， CDN 还没有生效。然后这边套上以后，我们来到这个 SSL， 然后 TLS， 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要选择完全严格啊，这块只改这一个地方就行了。然后安全组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开始设置了 WAF 防火墙规则，目前是空的。然后我们点击创建，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我们现在不需要设置，因为它这个 Cloudflare 呢，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更简易的，我们只要复制一段代码，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一系列的可视化配置就给自动生成了。我们点击这个表达式，然后我们来到我的博客，大家可以关注套 CF 后，然后我们用站点的防护规则来进行防护。这个也是个群里小伙伴给我分享的，也非常感谢他。有了他这个东西呢，确确实实能防治很多恶意流量的攻击。我们把这一行先复制了，是防御恶意流量的，我们把它粘贴进来。然后这边呢，我们给它改成智询，不拦腰斩断，因为怕担心有一些小伙伴直接就无法访问了，所以我们就用智询的这种方式。然后点击，已经帮我们自动生成了，我们可以回到编辑里头去看，它这些配置已经帮我们配置好了。然后我们只需要对这个地方进行修改。如果你觉得你的流量攻击经常很频繁或者很高，那你就直接把这个数值调大调到10 20都是可以的，最高是100最高100，然后就是非常严格。那我们常规来讲就是越往低的话，那你的这个宽松程度就是由它这个恶意评分 Cloudflare 自己来去判断。当这个 IP 当这个设备达到了5或者是多少，它就要开启下面的一个质询的一个规则，这是防御了。但是像你谷歌 SEO 或者是谷歌的一些爬虫来爬你的数据来为你做推广的时候，那就会受到一定限制。那我们还需要再加一个规则，就是放行规则，依然在这块点开，然后在表达式这个块我们把这一块的内容复制一下。这个呢都是 Cloudflare 标准的规则形式表达式。然后呢我们这边呢就点击放行允许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这个规则呢它是可以向上拖向下拖，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优先级我在前面的就优先处理，如果你在前面优先把它拦截了，那它下面基本上不生效，这个是我理解的。所以你一般就是把它放到最上，先放行合法的，再拦截非法的。我们再创建一个，这个比方说放行自己，我们这边可以选择 IP， 对，当等于我的原服务器 IP 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放行允许就可以了，然后点击完成。这样的几个操作就差不多了。如果你对某个区域进行阻止的话，同理这边点击创建，然后我们这边选择国家地区，然后当等于 CN 的时候，然后它就 China， 当等于中国的时候我们就阻止掉。这个呢不管你是正规流量还是恶意流量，它都会给你阻止掉。这4个那就是已经创建好了，基本上你的站点问题不大了。如果真的有不法分子或者说有恶意之人，你的仇人或者怎么样，那你该防不住的还是防不住，你该烧钱的时候还是要烧钱
就是两败俱伤的一种情况，就是他要花钱雇这么多机器，然后不断的去攻击你的网站，你也要去为流量花钱，为你机器不稳定性所买单。一些想法和建议也是我这几个月建站以来总结的一些经验，跟大家进行一个深入浅出的分享。那我在初期的时候没有知道任何的一个防御，以至于我那个导航站被挂入了很多恶意木马呀，完全没有任何的安全意识。后期的话，我通过一系列的查杀手段防御手段，让我们现在能够更稳定的访问科技LAN的任何的网站除非是有黑粉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浏览使用，也会不断的去增强我这个防御能力，保护自己的网站不被人或者行为所侵害。那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